嗨，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我要和大家隆重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的宝藏 AI 工具，它就是谷歌旗下的 Notebook LM。现在网上的 AI 工具，说实话，真的是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而且很多也都非常好用。那谷歌为什么还要专门推出这么一款叫 Notebook LM 的产品呢？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几天我也是对这个工具进行了一些研究使用，我发现 Notebook LM 这款 AI 工具，它主要针对的是学习这个垂直领域，而且它里面的一些设计真的非常贴心，简直是学习党的福音。特别是像那些需要阅读大量研究报告、文献资料的朋友们，相信一定会喜欢的。反正我自己体验下来是非常开心和激动的，真心觉得这个工具太有意思了。在这个视频里，我特地找来了一篇晦涩难懂的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进行测试。这篇论文一共有31页，而且还全是英文。它涉及的知识领域，说实话，我完全是门外汉。要是放在平时，这种天书级别的东西，我肯定是碰都不会碰一下，更别提看懂了。但是今天通过 Notebook LM，我不仅很轻松地搞明白了这篇论文到底在讲些什么，而且整个过程还特别轻松，有一种收获满满的成就感。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好了，那咱们就来看一看这款工具究竟长什么样的吧。这就是 Notebook LM 的官方网址了，大家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谷歌账户登录进去，非常方便。进来之后呢，第一步咱们就是新建一个笔记本，然后就是添加来源。我们可以添加本地的文件，你电脑里的文本、音频，甚至是视频文件，它都支持。不仅如此，它还有一个探索来源的功能，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它会给你返回10个相关的搜索结果。当然，添加来源还支持大家常用的谷歌云端硬盘，直接粘贴网页链接、YouTube 视频链接，或者干脆就复制粘贴一大段文字进去，都可以。当我们把文件添加进去之后，我们点击左侧来源面板中的某个文件， Notebook LM 就会自动开始解析。解析完了之后，上面会生成一个摘要，下面呢就是我们上传的文件的全部内容了。哦，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Notebook LM 不仅仅是处理文本文件，它同样支持对视频、音频进行解析。这意味着我们以后如果需要从视频或者音频里提取文字稿，就又多了一个选择。好，我们再来看中间这个对话面板，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添加笔记的按钮，手动添加我们自己的思考和笔记。我们添加的这些笔记会显示在右侧这个 Studio 面板的下面，也就是备注区域。不光是我们手动添加的，之后 Notebook LM 生成出来的，比如说思维导图、学习指南、简报文档、常见问题解答，还有时间轴，这些通通都会被放在这个备注区域，它们都是笔记。说到这个界面布局，我这里就要吐槽一下了。这个备注区域，说实话，真的是太小了点儿，而且还不能调整大小，这就有点难受了。真心希望 Notebook LM 的团队后续能增加一个自定义功能，让咱们用户可以自己调整各个页面区域的大小和布局，包括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个来源面板，
下面显示文件全文的区域也感觉有点小。接下来我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个人认为 Notebook LM 里面非常厉害的功能，那就是音频概览。这个功能简直是重中之重，核心中的核心。我之前也问过 AI 助手，大家使用 Notebook LM 的原因是什么？ AI 助手给出的结果显示，音频概览这个功能的推出是 Notebook LM 用户数量能够快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这个音频概览到底好在哪儿呢？它能够以一种类似二人访谈或者对话的形式，把我们上传的那些复杂资料归纳总结，然后生成一段音频。这段音频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而且它的音质也特别好，听起来非常舒服。我现在就稍微给大家放一小段，你们亲自感受一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能你也感觉到的现象，就是那些号称做了很多安全训练的大语言模型，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冒出些不该说的话？正好，我们这儿有份普林斯顿大学和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他们给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解释。他们提了个概念叫浅层安全对齐，简单说就是很多模型的安全防护好像主要就作用在回答的最开通那几个词上，就像是大门锁得挺好，但旁边的窗户可能还开着呢。搞明白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它能帮你理解为啥有些看起来挺简单的技巧就能让模型越狱。所以咱们今天就来仔细看看这份资料，拆解一下这个浅层对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还不错？我就是通过这个音频把它完完整整的听完了，所以才对这篇论文到底讲了些什么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这篇让我头大的论文到底讲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讲的就是 AI 模型是如何抑制那些有害内容的生成。通俗点说，就是如何反越狱的。我听了那个音频之后，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主题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网上那些流传的所谓越狱提示词都已经失效了，我自己也测试过，确实不行了，所以我就基于论文里说的一些东西，对那些越狱提示词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比如说，我尝试让 AI 禁止输出像抱歉之类推脱的话，然后又去测试了一下，虽然结果还是失败了，但是整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另外 Notebook LM 的这个音频概览功能，它是支持多种语言的。举个例子，如果你希望它给你生成一段英文版的音频，操作也很简单，你只需要把你的 Notebook LM 的输出语言设置成英文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右上角找到设置，点击进去，然后找到输出语言的那个选项，把它改成英文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位语言学习的爱好者，比如说你希望在学习某个专业知识的同时，顺便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你完全可以把 Notebook LM 生成的这种外语版的音频下载下来，反复去听。这个音频的音质是真的好，而且内容非常口语化，听起来特别自然舒服，拿来做听力练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下面我就播放一小段英语版的音频，大家可以听听看。Welcome to a deep dive. Today, we are tackling a subject absolutely central to building reliable AI, the safety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Yeah, it's
Super important stuff. Specifically, we're going to dig into a surprising vulnerability that recent research has uncovered. It kind of suggests the safety guardrails on these models might not be as, well, deep as we might hope. 好，咱们接着再来看看思维导图。这个功能顾名思义，就是根据你提供的所有资料，生成一个结构清晰的思维导图，帮助我们快速理清脉络，抓住核心重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点击思维导图中的这些节点时，你们看 Notebook LM 就会在中间的对话窗口给出详细的解释，并且它还会在段落中用数字标记出引用的来源。我们再点击这些小小的数字标记，就能自动跳转到原始文件中对应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能方便的确认 AI 的回答是否准确，还可以进一步去了解相关的上下文信息。引用来源这一点，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太重要了，它能最大程度的避免 AI 出现那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幻觉。尤其对于需要进行严谨科学研究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雪中送炭。当然了，除了 AI 自动生成的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对话窗口里主动向 AI 提问，就好像跟一个私人导师对话一样，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进行学习。我认为这种学习方式更科学、更高效，而且所有的对话内容，你跟 AI 聊的这些都可以一键保存到笔记里。好，咱们现在就来实际操作一下。我来问个问题，比如说，我就问他，什么是安全对齐？好，大家看 ，AI 马上就给出了回答。我现在在点击回答中出现的这个数字标记，你看，它就帮我定位到原文的出处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段对话保存到笔记里，点一下 ，OK。现在我们来看看保存下来的笔记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 ，AI 的回答确实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了。而且它还非常智能的根据回答的内容，自动帮我们创建了一个笔记的标题。当然，这个标题我们也是可以自己修改的，非常灵活。我们再仔细看看右侧这个 Studio 面板，最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讲过的音频概览区域。这里我们可以播放音频，调整播放速度，下载音频或者删除它，操作都很直观。下面这个备注区域的上方还有几个实用的小按钮。第一个学习指南，点击它 ，AI 就能根据你的文档内容，给你生成大概10个相关的测验题，帮你巩固学习效果。第二个，简报文档，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当我们需要处理好几个文档的时候，它可以根据我们输入的多个文档，自动生成一个整合型的笔记，帮助我们快速抓住所有资料的核心重点，节省大量时间。第三个，常见问题解答，这个也是顾名思义了，它会根据文档内容自动生成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对应的简短回答。最后还有一个时间轴功能，如果你的资料里包含很多有时间顺序的事件，它就能帮你把这些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
清晰地排列出来。这些功能大家都可以点点看，自己体验一下。好了，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简单来说， Notebook LM 就是一款由 AI 驱动的超级智能的笔记和研究助手。它的核心功能就是围绕着你给它的那些资料进行深度的学习和智能的交互。我个人觉得它有以下几个地方特别好用。第一，它可以处理的资料来源非常广泛，不管是普通的文本文档、PDF， 还是音频、视频文件，甚至是网页链接，它都能轻松搞定。第二，它的学习方式是高度交互式的，我们可以像跟老师聊天一样，主动向他提问。而 Notebook LM 呢，会根据我们提供的那些资料，给出精准的回答。这样一来，学习效率暴增。第三，通过 Notebook LM 学习，体验是多维度的。我们不仅仅是看文字，还能得到直观的思维导图，更能听到超级棒的音频，全方位刺激你的大脑。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Notebook LM 给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有据可查的，它可以追溯到原始资料的来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 AI 胡说八道，也就是 AI 幻觉和捏造事实的可能性。对于做研究来说，这一点太关键了。第五，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 Notebook LM 的那个音频概览功能真的是太好用了。说到这个音频质量，我真的是感触特别深。不瞒大家，我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络小说迷，光是在番茄小说 App 上，我的阅读或者说听书时长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小时。以前呢，我也经常在起点读书的手机 App 上看小说，但是后来为什么渐渐的就用的少了呢？反而更喜欢番茄了呢？除了番茄小说可以免费阅读，或者说通过看广告就能畅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番茄小说的听书功能。它的声音质量是真不错，听起来很舒服。而反观起点呢，虽然它早期是网文界的带头大哥，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听书这个体验上真的是不思进取。那个 AI 朗读的声音真的是机器味十足，根本就让人听不下去。当然，起点 App 现在的听书声音也改进了不少，已经好多了，可以听了。我扯这么多题外话，其实就是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一个好的声音质量对于用户体验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好了，那关于 Notebook LM 的分享，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还不错，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